以哈战争停火谈判这一次能够成吗？前3分钟带您变成国际通，大家好，欢迎收看3分钟国际通，我是彭光伟。以哈战争2周年了，2年前的10月7日，世界见证了自大屠杀以来对以色列人来说最致命的一天。2年过去了，战火仍然持续。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整理以哈战争这2年来重要的数据。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跨越边境突袭以色列，在靠近边境的新兴音乐节上，至少有260人遭到杀害，加上以色列南部城市社区，总共大约1200人不幸惨死，还有251人被绑架成为人质。哈马斯在短短2天之内，朝着以色列发射了超过4500枚飞弹，引来以色列猛烈反击。在战争爆发之初呢，我们也曾经前往加萨边境，直击以色列，炮轰加萨。哈马斯不断攻击以色列，全境空袭警戒啊！但战争打了2年，现在的加萨已经成了人间炼狱。哈马斯即使已经被打得无力招架，但仍然顽强抵抗，拖累加萨100万民众。CNN 呢引用加萨卫生部的数据报道，2年的战争已经导致6700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CNN 进一步分析这些数据呢，有至少20179名儿童遭到杀害，420名婴儿出生及死亡。而经济学人引用联合国的数据报道，加萨大约有78%的建筑物受损，其中有102000栋完全被摧毁。整个加萨覆盖了5350万吨的瓦砾。世界银行在今年2月就估计了加萨的重建费用将会高达530亿美元。经济学人进一步分析如果战争持续下去的话，加萨地区民众的平均寿命可能会减少超过35年。由于以色列的军事区划分呢，以及撤离行动，加萨的200万居民被迫挤进了加萨走廊面积当中12.7%狭小区域内生活。现在由美国推动的和平谈判正在埃及进行，川普提出了20点的停火协议。美国中东特使魏克夫还有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加入了谈判纽约时报认为，以哈停火谈判这一次应该有比较实质的进展不过分析也认为虽然哈马斯目前倾向同意释放剩下的所有人质，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却坚持，除非哈马斯解除武装，否则不会同意结束战争，让谈判存在变数。而根据经济学人提出的数据来看呢，已经有超过70%的以色列人倾向停火，而美国作为以色列的长期盟友，态度似乎也开始转向。经济学人引用 YouGov 的民调，有43%的美国民众认为以色列在加萨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并且在约旦河西岸占领了许多土地，将原本定居的巴勒斯坦人以暴力方式驱离试图阻断巴勒斯坦建国。2年的战争已经付出了许多代价，中间经过几次的停火协商，都以破局收场。而这一次，全世界都寄以厚望，希望战争引发的人道危机能够快画下句点。前3分钟带您变成国际通，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彭光伟，我们下次再见。